在北京昌平城区西北50多公里处，有一处占地12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明13陵，这里埋葬了明代13位帝王和23位皇后，是外地游客到北京必去的景点之一。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享有276年国运，一共出了16个皇帝，为何皇陵只有13座呢？还有哪3位皇帝没在北京13陵安葬？第一位没安葬在明13陵的明朝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国皇帝没有被安葬在集体皇陵，不是被迁出、移葬或者出现意外，而是因为明13陵在北京，是明成祖迁都到这里后确定的万年吉地，而明朝的开国皇帝并没有到过北京。作为史上开局最烂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微末而扫平天下，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登基为皇帝，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南京因此成为大明王朝的首都。朱元璋也因此定下了经营东南辐射天下的大明基本国策。从朱元璋对南京城的营建也足以看出朱元璋对南京城帝国京师地位的看重，所以朱元璋驾崩之后，理所当然地安葬在了南京的明孝陵。直到今天，孝陵依然保存了下来，南京地铁依然有孝陵卫等站。第二位没有安葬明13陵的皇帝是建文帝朱允炆。这位年号建文的皇帝是朱元璋的长孙。建文帝当国时间不长，仅有短短的4年，但是在短短的几年里，建文帝革除了许多明太祖晚年的恶政、弊政、苛政，赦免了很多因为冤狱被株连的大臣，颇有汉宣帝之风。但是朱允炆没能做好朝廷上层之间利益平衡，由于国内藩王势力过大，他害怕重演汉朝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即位后立刻着手削藩，却因为削得太急太狠，逼得一位皇叔自焚抗议，又逼反了燕王朱棣。与此同时，又因为他重文轻武的倾向，导致明朝内部的武将功臣集团颇有怨言，对文官乃至对皇帝都有敌视情绪。于是在朱元璋第4子燕王朱棣，也就是建文帝的四叔举兵造反，打出奉天靖难的旗号后，武将集团在平叛时出工不出力，本来要打下北京城了，结果统帅李景隆在将要城破的关键时刻下令停战收兵，本来要在正面战场打赢朱棣了，结果莫名刮起一阵妖风，吹断帅旗，让朱棣反败为胜。这场靖难之役从朱允炆即位后就开始打，一直打到建文4年。燕王朱棣的大军先是由北平直下山东，又回到华北裹挟其他诸侯王之兵，之后对南京展开集中攻击，以弱势兵力攻克南京城。朱允炆在破城当日的大火中不见踪影，成为历史一大疑案。建文帝下落不平，朱棣篡位之心天下皆知。之后燕王朱棣登基称帝，改年号为永乐，这算是过了一个时代。在朱棣心里，朱允炆到底去哪儿了？死了还是没死？他还想抢回帝位吗？这恐怕是萦绕他一生的梦魇。朱棣入主南京城后，先假惺惺哭了一场，给建文帝办了一场葬礼，算是从官方角度宣布建文帝已死。从此以后，无论谁打着建文帝旗号复辟，都是假冒伪劣的。随后朱棣删去建文朝4年历史，硬生生把朱元璋的洪武朝延长了4年。朱元璋死于洪武31年，而洪武年号一直用到洪武35年。朱棣是在用这种方式否认朱允炆的帝王身份，直到100年后，万历皇帝才下旨恢复了建文帝的身份和年号。由于朱棣否认有过朱允炆这个皇帝，再加上朱允炆生死不明，自然不会把他安葬在帝陵之中。第3位没有被安葬在明13陵的是明景泰帝朱祁钰。要说被影视剧抹黑最惨的历史人物，大概就是明代宗朱祁钰了。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之子，明英宗朱祁镇的一亩弟。本来明朝的皇位和朱祁钰是没有关系的，他既不是嫡子，又不是长子，本可以当个潇洒的闲散王爷安度一生，但机缘巧合让他成为了皇帝。他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英年早逝，年仅9岁的朱祁镇继位。到朱祁镇20来岁时，小皇帝还是个没啥脑子的小年轻。太监王振一鼓动，小年轻脑子一热，
便学自己的爷爷和太爷爷御驾亲征蒙古，最终被俘。瓦剌以朱祁镇为人质，多次要挟明朝。然而大明也是硬气，皇帝没了，大不了换个皇帝。于是兵部尚书于谦在太后的支持下，拥立成王朱祁钰为帝，是为景泰帝。景泰帝登基后，积极配合于谦备战，打赢了决定明朝生死的北京保卫战。在随后的执政生涯中，朱祁钰任用贤才，铲除阉党，一改宦官王振在时的乌烟瘴气，带领帝国重新走回正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从大明王朝1449到女医明妃传，到大明风华，清一色都是因为贪恋皇位，毫无骨肉亲情，虐待从瓦剌留学归来的亲兄长的小人形象。朱祁钰上台后，瓦剌见朱祁镇没有利用价值，后来就放朱祁镇回到京师。朱祁钰的皇帝按照道理来说是临时的皇帝，正主的皇帝，哥哥朱祁镇回来就得归还了，但坐上大位之人怎么会拱手让人的呢？皇位的诱惑太大了。朱祁钰虽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却又囚禁了他。后来等朱祁钰病重将死，一批有野心想更进一步的野心家裹挟太上皇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成功复辟。重新上台的朱祁镇对于囚禁他8年的弟弟有很大的恨意，恢复皇位后，不仅没有承认朱祁钰的皇帝身份，还在朱祁钰死后追谥他为厉王。厉在古代绝对不是好的谥号。由于皇帝身份被剥夺，朱祁钰便没有埋在皇帝陵寝，只能单独安葬。朱祁钰也成为明朝迁都北京后唯一一位没有葬入明13陵的皇帝。历史上，明朝能安然度过土木堡之变的危机，集合一群残兵败将，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朱祁钰作为皇帝，全力信任与支持于谦，也同样功不可没。他在景泰年间的各种政绩，也无愧为一代明君。纵然朱祁钰有囚禁哥哥的行为，然而这点私德有亏，在古来多少帝王里面，也已经算得上仁至义尽了。要换作是李世民，朱祁镇当初就没法从蒙古活着回到京城。概括来说，明朝的皇帝没入明13陵，也就是明朝皇陵的有3位。第一位朱元璋，因为明朝还没有迁都北京，不可能入明13陵。第二位朱允炆，因为靖难之役，不知所踪，明朝也不承认了其皇帝身份。第三位朱祁钰，因英宗复辟，最终被开除了皇帝身份，虽然最后被平反，但也不能再入明朝皇陵了。